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之一《山海经》。这本书记录了中国古代人民对于自然、神灵以及各种奇幻生物的想象和探索。它不仅仅是一部经典著作，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这个视频中，我将带大家一起探索《山海经》中的神秘世界，希望你们会喜欢。北方第一列山系之首座山叫做丹湖山，有茂密的漆木树，也有茂盛的华草。逢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西流入幽水，水中有很多紫石纹石。再往北250里是座求如山，山上蕴藏着丰富的铜，山下有丰富的玉石，但没有花草树木。华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西流入诸水，水中有很多华鱼，形状像一般的鳝鱼，却是红色的脊背，发出的声音像人支支吾吾的话语，吃了它的肉就能治好人的油坠病。水中还生长着很多水马，形状与一般的马相似，但前腿上长有花纹，并拖着一条牛尾巴，发出的声音像人呼喊。再往北300里是座岱山，山上盛产玉石，山下盛产青石碧玉。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普通的马，长得一只脚有如粗硬的磨石，名称是书，人饲养它可以辟火。山中还有一种禽鸟，形状像普通的乌鸦，但浑身是带着红色斑纹的五彩羽毛，名称是奇。这种奇鸟自身有雌雄2种性器官，吃了它的肉就能使人不患痈疽病。彭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西流入皮湖水，水中有很多书鱼，形状像一般的鸡，却长出红色的羽毛，还长着3条尾巴、6只脚、4只眼睛。它的叫声与喜鹊的鸣叫相似，吃了它的肉就能使人无忧无虑。再往北400里是座谯明山，谯明水从这座山发源，向西流入黄河，水中生长着很多河螺鱼，长着一个脑袋却有10个身子，发出的声音像狗叫，人吃了它的肉就可以治愈臃肿病。山中有一种兽，形状像豪猪，却长出柔软的红毛，叫声如同用露露抽水的响声，名称是孟怀，人饲养它可以辟凶邪之气。这座谯明山没有花草树木，到处是石青、雄黄。再往北350里是座捉光山，萧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西流入黄河，水中生长着很多嬉戏鱼，形状像一般的喜鹊，却长有10只翅膀，鳞甲全长在羽翅的尖端，发出的声音与喜鹊的鸣叫相似，人饲养它可以辟火，吃了它的肉就能治好人的黄疸病。山上到处是松树和柏树，而山下到处是棕树和姜树。山中的野兽以羚羊居多，禽鸟以番鸟居多。再往北380里是座国山，山上是茂密的漆树，山下是茂密的梧桐树和榆树。山南阳面盛产玉石，山北阴面盛产铁。伊水从这座山发源，向西流入黄河。山中的野兽以驼驼最多，而禽鸟大多是玉鸟，形状与一般的老鼠相似，却长出鸟一样的翅膀，发出的声音像羊叫，人饲养它可以辟兵器。再往北400里便到了国山的尾端，山上到处是美玉而没有石头。雨水从这里发源，向西流入黄河，水中有很多花纹斑斓的北。再往北200里是座丹熏山，山上有茂密的臭椿树和柏树，在种草中以野韭菜和野苋菜最多，还盛产丹卧。熏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西流入糖水。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一般的老鼠，却长着兔子的脑袋和麋鹿的耳朵，发出的声音如同狗嚎叫，用尾巴飞行，名称是耳鼠，人吃了它的肉就不会生膨胀病，还可以辟百毒之害。再往北280里是座使者山，山上没有花草树木，但到处是瑶、碧之类的美玉。此水从这座山发源，向西流入黄河。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普通的豹子，却长出花额头和白身子，名称是梦吉，善于伏身隐藏，它叫的声音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再往北110里是座边春山，山上到处是野葱、葵菜、韭菜、野桃树、李树。杠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西流入幽泽。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猿猴，而身上满是花纹，喜欢嬉笑，一看见人就假装睡住，名称是幽燕，它叫的声音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再往北200里是座曼莲山，山上没有花草树木，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猿猴却长出猎毛，还有牛一样的尾巴，长满花纹的双臂，马一样的蹄子，一看见人就呼叫，名称是足资，它叫的声音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山中又有一种禽鸟，喜欢成群栖息而又结队飞行，尾巴与雌野鸡相似，名称是，它叫的声音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人吃了它的肉就能治好风痹病。右北180里，曰丹章之山，其上无草木，有兽焉，其状如豹而长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猪肩，善扎。再往北180里，是座丹章山，山上没有花草树木。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豹子，却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还长着人一样的脑袋和牛一样的耳朵，一只眼睛，名称是猪肩。喜欢吼叫，行走时就用嘴衔着尾巴，卧睡时就将尾巴盘旋起来。山中又有一种禽鸟，形状像普通的野鸡，却长着花纹脑袋，白色翅膀，黄色脚，名称是白，人吃了它的肉就能治好咽喉疼痛的病，还可以治愈疯癫病。溧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南流入杠水，再往北320里是座灌题山，山上是茂密的臭椿树和柘树，山下到处是流沙，还多出产磨石。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普通的牛，却拖着一条白色的尾巴，发出的声音如同人在高声呼唤，名称是那夫。山中还有一种禽鸟，形状像一般的雌野鸡，却长着人的面孔，一看见人就跳跃，名称是耸丝，它叫的声音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降寒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西流入幽泽，水中有很多磁铁石。再往北200里是座潘侯山，山上是茂密的松树和柏树，山下是茂密的榛树和槲树，山南阳面蕴藏着丰富的玉石，山北阴面蕴藏着丰富的铁。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一般的牛，但四肢关节上都有长长的毛，名称是牦牛。边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南流入丽泽。再往北230里是座小咸山，没有花草树木，六气冬天和夏天都有积雪。往北280里是座大咸山，没有花草树木，山下盛产玉石。这座大咸山呈现四方形，人不能攀登上去。山中有一种蛇叫做长蛇，身上的毛与猪脖子上的硬毛相似，发出的声音像是人在敲击木梆子。再往北320里是座敦烘山，山上是茂密的棕树和楠木树，山下是大片的紫草。敦烘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西流入幽泽，这幽泽位于昆仑山的东北角，确实就是黄河的源头。水中有很多赤龟，那里的野兽以驷、牦牛最多，而禽鸟大多是布谷鸟。再往北200里是座少咸山，山上没有花草树木，到处是青石碧玉。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普通的牛，却长着红色的身子，人的面孔，马的蹄子，名称是亚羽，发出的声音如同婴儿啼哭，是能吃人的。敦水从这座山发源，向东流入雁门水，水中生长着很多鱼，人吃了它的肉就会中毒而死。再往北200里是座玉法山，怀泽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北流入太泽，水中生长着很多鱼，形状像一般的鲤鱼，却长出鸡爪子，人吃了它的肉就能治好坠流病。山中还有一种野兽，形状像普通的狗，却长着人的面孔，擅长投掷，一看见人就嬉笑，名称是山，它走起来就像刮风，一出现天下就会起大风。再往北200里是座北岳山，山上到处是枳树、酸枣树和檀这一类的树木。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一般的牛，却长着4只脚，人的眼睛，猪的耳朵，名称是猪怀，发出的声音如同大雁鸣叫，是能吃人的。猪怀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西流入潇水，水中有很多异鱼，长着鱼的身子而狗的脑袋，发出的声音像婴儿啼哭，人吃了它的肉就能治愈疯狂病。再往北180里是座浑溪山，山上没有花草树木，盛产铜和玉石。潇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西北流入大海。这里有一种长出一个头2个身子的蛇，名称是肥夷，在哪个国家出现，那个国家就会发生大旱灾。再往北50里是座北丹山，山上没有花草树木，却生长着茂盛的野葱和野韭菜。再往北100里是座皮叉山，没有花草树木，却有很多小个头的野马。再往北180里是座北显山，
这里有很多小个头的野马，仙水从这里发源，然后向西北流入图武水。再往北170里是座低山，有许多小个头的野马。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一般的豹子，而脑袋上有花纹，名称是尧。滴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太泽，水中有很多龙和龟。总计北方第一列山系之首尾，自丹湖山起到低山止，一共25座山，途经5490里。诸山山神都是人的面孔，蛇的身子。祭祀山神，把茅屋中用作祭品的一只公鸡和一头猪埋入地下，在祀神的美好玉器中用一块玉龟，只是埋入地下而不需要用米来祭祀。住在诸山北面的人都生吃未经火烤的食物。北方第二列山系之首座山坐落在黄河的东岸，山的首端枕住汾水，这座山叫管岑山。山上没有树木，却到处是茂密的花草，山下盛产玉石。汾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西流入黄河。再往北250里是座少阳山，山上盛产玉石，山下盛产赤银。酸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汾水，水中有很多优良者石。再往北50里是座现雍山，山上蕴藏着丰富的玉石，山下蕴藏着丰富的铜。山中的野兽大多是山驴和麋鹿，而禽鸟以白色野鸡和白鹤鸟居多。晋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南流入汾水，水中生长着很多刀鱼，形状像小树鱼，却长出红色的鳞角，发出的声音如同人的斥责声，吃了它的肉就使人没有胡骚虫。再往北200里是座胡岐山，山上没有花草树木，到处是青石碧玉。圣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北流入汾水，水中有很多草木。西13又北350里约白沙山，广约300里，近沙野，无草木有兽。为 WU7 爱水处于其上，潜于其下，是多白玉。再往北350里是座白沙山，方圆300里大小，到处是沙子，没有花草树木和禽鸟野兽。为水从这座山的山顶发源，然后潜流到山下，水中有很多白鱼。再往北400里是座耳石山，没有花草树木，也没有水。再往北380里是座狂山，没有花草树木。这座狂山冬天和夏天都有雪。黄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西流入湖水，水中有很多优良玉石。再往北380里是座茱萸山，山上蕴藏着丰富的铜和玉石，山下到处是茂密的松树和柏树。茱萸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毛水。再往北350里是座墩头山，山上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但不生长花草树木。毛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琼泽。山中有很多马，长着牛一样的尾巴和白色身子，一只脚，发出的声音如同人呼唤。再往北350里是座勾吴山，山上盛产玉石，山下盛产铜。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是羊的身子，人的面孔，眼睛长在腋窝下，有着老虎一样的牙齿和人一样的指甲，发出的声音如同婴儿哭啼，名称是饕餮。食人，贪恋美食，在怪兽中担任厨师。往北300里是座北萧山，没有石头，山南阳面多出产碧玉，山北阴面多出产玉石。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一般的老虎，却长着白色身子狗脑袋，马的尾巴，猪脖子上的硬毛，名称是毒。山中还有一种禽鸟，形状像一般的乌鸦，却长着人的面孔，名称是在夜里飞行，而在白天隐伏，吃了它的肉就能使人不中暑。岑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琼泽。再往北350里是座梁渠山，不生长花草树木，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修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雁门水。山中的野兽大多是狙击兽，形状像喙，却浑身长出红色的毛，发出的声音如同小猪叫。山中还有一种禽鸟，形状像夸父，长着4只翅膀，1只眼睛，狗一样的尾巴，名称是枭。它的叫声与喜鹊的鸣叫相似，人吃了它的肉就可以止住肚子痛，还可以治好腹泻病。再往北400里是座孤冠山，没有花草树木。在这座孤冠山上，冬天夏天都有雪。再往北380里是座湖冠山，山南阳面盛产玉石，山北阴面盛产碧玉，并有许多个头小的野马。湖冠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东流入大海，水中有很多鳝鱼。山里生长着一种树木，叶子像柳树叶而有红色的纹理。再往北行500里水路，然后经过300里流沙，便到了环山。山上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山中生长着一种三桑树，这种树都不长枝条，树干高达100仞，还生长着各种果树。山下有很多怪蛇。再往北300里是座墩提山，这里不长花草树木，但蕴藏有丰富的金矿物和玉石。这座山坐落在北海的岸边，总计北方第2列山系之首尾，自管岑山起到墩提山止，一共17座山，途经5690里。诸山山神都是蛇的身子，人的面孔。祭祀山神，把茅屋中用作祭品的一只公鸡、一头猪一起埋入地下，在祀神的玉器中用1块玉璧和1块玉圭一起投向山中，而不用皿祀神。北方第3列山系之首座山叫做太行山，太行山的首端叫龟山，山上出产金属矿物和玉石，山下出产碧玉。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普通的羚羊，却有4只脚，长住马一样的尾巴和鸡一样的爪子，名称是善于旋转起舞，它发出的叫声就是自身名称的读音。山中还有一种禽鸟，形状像一般的喜鹊，长着白身子、红尾巴、6只脚，名称是。这种鸟十分惊绝，它发出的叫声就是自身名称的读音。再往东北200里是座龙头山，不生长花草树木，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决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黄河。水中有很多人鱼，形状像一般的鱼，长有4只脚，发出的声音像婴儿哭啼，吃了它的肉就能使人不得疯癫病。再往东北200里是座马城山，山上多出产有纹理的美石，山北阴面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山里有一种野兽，形状像普通的白狗，却长着黑脑袋，一看见人就腾空飞起，名称是天马，它的叫声就是自身名称的读音。山里还有一种禽鸟，形状像一般的乌鸦，却长出白色的脑袋和青色的身子，黄色的足爪，名称是绝居，它的叫声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吃了它的肉使人不感觉饥饿，还可以医治老年健忘症。再往东北70里是座咸山，山上盛产玉石，山下盛产铜，这里到处是松树和柏树，在所生长的草中以紫草最多。条间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西南流入长泽，水中多出产气酸，这种气酸3年才能收成一次，吃了它就能治愈人的麻风病。再往东北200里是座天池山，山上没有花草树木，到处是带有花纹的美石。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一般的兔子，却长出老鼠的头，借助它背上的毛飞行，名称是飞鼠。涟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潜流到山下，水中有很多黄色恶土。再往东300里是座阳山，山上有丰富的玉石，山下有丰富的金铜。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普通的牛，而长着红尾巴，脖子上有肉溜，像豆的形状，名称是岭狐，它发出的叫声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人吃了它的肉就能治愈癫狂症。山中还有一种禽鸟，形状像雌性野鸡，而羽毛上有五彩斑斓的花纹。这种鸟一身间有雄雌2种性器官，名称是象蛇，它发出的叫声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流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南流入黄河，水中生长着腹鱼，形状像一般的鲫鱼，长着鱼的头而猪的身子，人吃了它的肉可以治愈呕吐。再往东350里是座奔纹山，山上盛产苍玉，山下盛产黄色恶土，也有许多孽石。再往北100里是座王屋山，这里到处是石头，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西北流入太泽。再往东北300里是座教山，山上有丰富的玉石而没有石头。教水从这座山发源，向西流入黄河，这条河水到了冬季干枯，而在夏季有水，确实可说是干河。教水的河道中有2座小山，方圆各300步，名称是发完山，小山上蕴藏着金属矿物和玉石。再往南300里是座景山，在山上向南可以望见盐饭泽，向北可以望见少泽，山上生长着茂密的丛草树，这里的草以青椒最多，山北阴面多出产赭石，山南阳面多出产玉石。山里有一种禽鸟，形状像一般的蛇，却长有4只翅膀、6只眼睛、3只脚，名称是酸羽，
它发出的叫声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在哪个地方出现，那里就会发生使人惊恐的事情。再往东南320里是座孟门山，山上蕴藏有丰富的藏语，还盛产金属矿物，山下到处是黄色恶土，还有许多孽石。再往东南320里是座平山，平水从这座山的顶上发源，然后潜流到山下，水中有很多优良玉石。再往东200里是座金山，盛产美玉，到处有漆树，遍山是竹林。在这座山的阳面出产黄铜，山北阴面出产黑色磨石。高水从这座山发源，向南流入黄河。再往东200里是座重尾山，山上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山下到处是竹丛，还有很多青石碧玉。丹水从这座山发源，向南流入黄河。渤水也从这座山发源，向东南流入黄泽。再往东300里是座蓬山，山上不生长花草树木，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山下到处有水。枣林水从这座山发源，向东南流入黄河。肥水也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南流入床水，水中有很多叫做肥夷的蛇。再往东180里是座小福山，明章水从这座山发源，向南流入黄泽。山中有一种禽鸟，形状像一般的乌鸦，却有白色斑纹，名称是孤，吃了它的肉就能使人的眼睛明亮而不昏花。再往东370里是座太头山，贡水从这座山发源，向南流入呼池水，山上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山下到处是小竹丛。再往东北200里是座轩辕山，山上多出产铜，山下到处是竹子。山中有一种禽鸟，形状是一般的猫头鹰，却长着白脑袋，名称是黄鸟，发出的叫声便是它自身名称的读音，吃了它的肉就能使人不生妒忌心。再往北200里是座叶骊山，山上到处是松树和柏树，还蕴藏着金属矿物和玉石。沁水从这座山发源，向南流入黄河。在这座山的东面有一片树林，叫做丹林，丹林水便从这里发源，向南流入黄河。阴沟水也从这里发源，向北流入泛水。往东300里是座举入山，不生长花草树木，有金属矿物和玉石。其水从这座山发源，向南流入黄河。再往北300里是座神曲山，山上是带有花纹的漂亮石头，山下有白蛇，还有飞虫。黄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环水。涪水也从这座山发源，向东流入瓯水。再往北200里是座发鸠山，山上生长着茂密的柘树，山中有一种禽鸟，形状像一般的乌鸦，却长着花脑袋、白嘴巴、红足爪，名称是精卫，它发出的叫声就是自身名称的读音。精卫鸟原是炎帝的小女儿，名叫女娃，女娃到东海游玩，淹死在东海里没有返回，就变成了精卫鸟，常常衔着西山的树枝和石子，用来填塞东海。漳水从这座山发源，向东流入黄河。再往东北120里是座少山，山上出产金属矿物和玉石，山下出产铜。清漳水从这座山发源，向东流入浊漳水。再往东北200里是座阳山，山上有丰富的玉石，山下出产磨石。牛首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涪水。再往北200里是座景山，山上出产优良玉石。井水从这座山发源，向东南流入海泽。再往北100里是座提手山，这里出产玉石，也有许多石头，但没有水。再往北100里是座秀山，山上有玉石、青色碧玉，山中的树木大多是浔树，而草以芍药、楸最多。尾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黄河，水中有护鱼和米蛙。再往北120里是座松山，阳水从这座山发源，向东北流入黄河。再往北120里是座敦屿山，山上不生长花草树木，蕴藏有金属矿物和玉石。朔水从敦屿山的南面山脚流出，然后向东流入太路水。支水从敦屿山的北面山脚流出，然后向东流入彭水。环水也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之泽。再往北170里是座浙山，山南阳面出产金属矿物和玉石，山北阴面出产铁。利聚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北流入尾水。再往北300里是座为龙山，山上出产碧玉，
山南阳面有金，山北阴面有铁。淝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高泽，水中有很多高耸的大石头。长铁水也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北流入大泽。再往北180里是座白马山，山南阳面有很多石头和玉石。山北阴面有丰富的铁，还多出产黄铜。木马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北流入滹沱水。再往北200里是座空桑山，没有花草树木，冬天夏天都有雪。空桑水从这座山发源，向东流入滹沱水。再往北300里是座太细山，不生长花草树木，到处有金属矿物和玉石。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普通的羊，却长着一只脚一只眼睛，眼睛在耳朵的背后，名称是，它发出的叫声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滹沱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篓水。夜女水发源于这座山的南面，向南流入沁水。再往北300里是座石山，山中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霍霍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滹沱水。鲜玉水也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南流入滹沱水。再往北200里是座铜龙山，高土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娄烨水。再往北300里是座高士山，滋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南流入滹沱水。山中的树木大多是棕树，草大多是条草。寇水也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黄河。再往北300里是座鹿山，有很多优良玉石。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黄河。再往北200里是座宜山，班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黄河。往北120里是座燕山，出产很多的鹰石。燕水从这座山发源，向东流入黄河。再往北走500里山路，又走500里水路，便到了柔山。这座山不生长花草树木，到处是瑶、碧一类的美玉。山中的野兽大多是骆驼，而禽鸟大多是修柳鸟。利国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黄河，水中有狮鱼，人吃了它的肉就会中毒而死。再往北400里是座前山，没有花草树木。山南阳面蕴藏着金属矿物和玉石，山北阴面蕴藏着铁，但没有水流。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普通的牛，却长着3只脚背，称是还它发出的叫声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再往北500里是座仑山，仑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黄河。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麋鹿，肛门却长在尾巴上面，名称是啤酒。再往北500里是座碣石山，省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东流入黄河，水中有很多仆役鱼。这座山上出产玉石，山下还有很多青石碧玉。再往北行500里水路，便到了雁门山，这里没有花草树木。再往北行400里水路，便到了太泽。在太泽中屹立着一座山，叫做帝都山，方圆100里，不生长花草树木，有金属矿物和玉石。再往北500里是座淳于无峰山，从山上向北可以望见基号山，从那里吹出的风如强劲的风。从淳于无峰山向西可以望见幽都山，玉水从那里流出。这座幽都山中有一种大蛇，红色的脑袋，白色的身子，发出的声音如同牛叫，在哪个地方出现，那里就会有大旱灾。总计北方第3列山系之首尾，自太行山起到无峰山止，一共46座山，途经12350里。其中有20座山，山神的形状都是马一样的身子，而人一样的面孔。祭祀这些山神，都是把用作祭品的枣和柴之类的香草埋入地下。另外14座山，山神的形状是猪一样的身子，却佩戴着玉制饰品。祭祀这些山神，都用祀神的玉器，不埋入地下。还有10座山，山神的形状都是猪一样的身子，却长着8只脚和蛇一样的尾巴。祭祀这些山神，用1块玉璧祭祀后埋入地下。总共44个山神，都要用精米来祭祀。参加这项祭祀活动的人都生吃未经火烤的食物。以上是北方金力之山的记录，总共87座山，23230里。谢谢大家观看这个视频。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请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们还有其他关于中国文化的话题希望我探讨，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